2023韩国抗日网剧《京城怪物》震撼来袭，根据同名漫画改编，耗资700亿打造而成，能和最近火爆全网的《甜蜜家园》相媲美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抱团观看。二战时期，日军在某地秘密进行着活体实验，企图将人类打造成可怕的怪兽。1944年这天，日军终于战败，实验室接到撤离通知，命令他们离开前销毁所有证据。全体士兵立即行动起来，对那些活着的实验品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，然后把上万具尸体聚集到一起，准备集中销毁，只带走最近研发的12只生化病毒。随后2个士兵走进隧道，在里面安装好炸弹。然而就在他们撒下汽油准备点火时，身后的铁门突然发出异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准备冲出牢笼。士兵被吓坏了，颤抖着点燃一根火柴，瞬间将这里变成人间炼狱，将那些已经变成怪兽的可怕生物一同炸毁。镜头一转，来到1945年的朝鲜。虽然日军战败的消息已经传遍大街小巷，但这里依然被日军控制，对那些企图反抗的人进行疯狂报复。就连当地最有名的首富也没能逃出魔爪。男人名叫张太上，本是京城最大的典当行老板，凭借超能力在乱世活得逍遥自在。不料这天晚上却因一起女子失踪案被日本军官带到审讯室，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酷刑。原来石川的小三已经失踪了1个星期，翻遍了整个京城都没找到人，怀疑他和太上鬼混到了一起。可作为京城首富，他根本看不上那种货色。石川听后瞬间暴怒，威胁他在樱花凋谢前必须找到翠花，否则会让他失去一切。作为京城百事通，太上果断答应下来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。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太上回家后立刻吩咐母亲，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所有家产，如果真的找不到翠花，就趁机逃出京城。结果发现石川已经派人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，太上立马安排所有情报员进行全城搜索。殊不知翠花已经和那些失踪妇女一样，被日军关进了秘密基地。就在他被吓得胆颤心惊时，一群士兵走进牢房，将2名女子带走，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，里面摆着一份糕点和一碗水。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日本狗的阴谋，但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，就当做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餐，然后将碗里的水一饮而尽。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，水中已经被他们加入生化血清。下一秒，女孩突然抽搐起来，剧烈的头痛让她发出阵阵惨叫，不断用脑袋撞击地面。很快，另一个女孩也有了反应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蠕动。与此同时，女主彩玉为了寻找10年前失踪的母亲，和父亲一起来到京城，寻找一个叫坂本的日本画家，因为他手上有一张母亲的画像，而坂本正是为母亲作画的人，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关于母亲的线索。这时，一位杂货店老板告诉他，想要找到坂本，最好找消息灵通的太上帮忙。于是彩玉开始暗中跟踪对方，没想到太上从前门进入后，又偷偷从后门溜走，故意埋伏在转角处将其抓获。2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，打斗中无意间将彩玉的帽子击飞，这才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。最后2人相互抵住了对方，彩玉表示自己并无恶意，之所以跟踪他，是想让他帮忙寻找一个叫坂本的画家。可太上现在根本无心接这种费力不赚钱的小活，当场拒绝了他的请求。渣男。另一边，母亲变卖家产时，无意间听说京城来了2位密探，非常擅长寻找失踪人口。母亲听后高兴不已，立刻将2人请到了家里。没想到他们正是彩玉父女2人。经过一段不太友好的谈判后，2人最终达成协议，太上帮他寻找坂本，彩玉和父亲协助他找到翠花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要找的画家出现在牢房，准备画下女孩惨死的模样作为实验数据。可当坂本颤颤巍巍地走到牢房前，竟看到此生难忘的一幕：女孩倒在血泊之中，墙壁上满是血迹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行。下一秒，一只怪兽突然向他袭来。日本731部队研究的生物血清到底有多可怕？女孩只是喝了带有病毒的水，就变成一只长有无数触角的怪兽。而她正是彩玉苦苦寻找的母亲，只可惜现在她手上只有一张母亲的画像。于是和父亲来到京城，决定从这名画家身上找到线索。男人名叫坂本，毕业于东京美术学院，1年前自愿来到瓮城医院面试。可他并不知道，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医院，实际上是进行人体实验的秘密基地。为了制造出可怕的怪物，他们到处抓人进行解剖研究，并命令坂本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。看着他们对实验体惨无人道的虐杀，坂本本能的想要逃跑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这时，一位清洁工走进房间，劝他冷静下来，过不了多久就会适应这里的一切。而她就是前不久喝下不明生物的女人。那天身体发生变异后，她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但每当夜幕降临时，就会变成一只可怕的怪兽。
另一边，彩玉为了帮太上找到翠花，当天晚上偷偷潜入石川的住所，结果发现石川的老婆游纪子有很大的作案嫌疑，因为他比谁都想除掉这个小三。经过一路跟踪后，发现游纪子有个私人车夫，彩玉立刻对车夫进行连夜审讯，这才得知那晚翠花被送到了瓮城医院，而瓮城医院是专门为日本人提供服务的地方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。可对京城首富张太上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小事一桩。第二天，他立马找到阿俊，用超能力得到一张通行证。随后几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，顺利进入到医院。随后按照之前定制的计划分头行动。管家大喊一声，引起众人的注意。彩玉趁机跑到资料室寻找翠花的就诊记录。这时，一位胡子哥突然出现，让彩玉交出身份证。紧急时刻，父亲持枪出现，警告他不要将事情闹大。这时，胡子哥在胸前摆出抗日手势，表示自己也是满洲人。随后，两人顺利走出房间。可就当几人准备离开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广播里表示外面正在进行军事演习。可枪声明明是从地下传来的，原来是实验室里的怪物发生了病变，伸出长长的触角向士兵发起进攻。然后将他的脑髓吸食殆尽。加藤看到恐怖的一幕，显得无比兴奋。彩玉感觉这里肯定有问题，决定今晚留下来秘密调查，让太上和管家先行撤退。因为他发现之前被带过来的朝鲜人全被安排在了后面部队医院，怀疑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有可能翠花就被关在其中。这时胡子哥再次出现，表示部队医院那边情况不妙，劝他们不要在今晚行动，然后摆出一个爱国手势。原来他的弟弟在1年前因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，结果却彻底人间蒸发，查不到任何住院记录，所以才假装以清洁工的身份潜伏在这里秘密调查。这时医院里突然拉响警报，以传染病为由封锁了整个医院。另一边，加藤为了给怪兽升级，命令手下用氮气将其控制，让他完全进入睡眠状态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牢笼，将怪兽装进低温车进行转移。没想到怪物竟开启自我保护，浑身散发出致命的孢子，毫不知情的囚犯好奇地伸手去抓，结果下一秒皮肤迅速溃烂，所有接触者无一幸免。只有躲在角落的翠花侥幸逃过一劫。与此同时，彩玉在胡子哥的带领下看到所谓的部队医院，可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设备，更像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特种部队。为了进一步了解，彩玉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排水管来到楼下，然后爬上一座废弃的瞭望塔，结果看到一具具尸体被装上卡车。第二天，日军以发现传染病为由将瓮城医院彻底关闭，而且派有重兵把守。彩玉和父亲为了深入调查，暂时躲在胡子哥的清洁室。太上担心彩玉的安危，决定冒死相救，不料刚来到楼下，突然被一位女子拦下。这正是当时在瓮城医院帮他解围的护士。他将一片布条交给太上，上面写着已经找到了翠花。原来这是彩玉在医院封闭前托他带出来的。而护士小姐的真实身份和胡子哥一样，也是抗日小组的一员。护士表示，现在的医院犹如人间炼狱一般，死伤无数，但他们根本查不到任何原因。之前秘密调查的同志都有去无回。为了拯救自己的心动女神，太上决定独自前往瓮城医院。与此同时，彩玉已经来到地下室，下一秒身后传来恶魔的嘶吼，看来他又要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。6个小时前，怪兽被冰封后散发出致命病毒，将地牢里的实验体全部虐杀，上百具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扔到走廊。而更恐怖的是，当他们运送这只可怕的怪兽时，却发生了意外。进入电梯时，一位士兵不小心关掉了氮气开关，导致运输车内的气温快速回升。很快，被冰封的怪兽渐渐苏醒，伸出长长的触角向他们发起进攻。可在这狭小的空间，他们根本无法逃脱，只能接受命运的审判。当电梯门再次打开时，只有一名士兵侥幸逃了出来。然而下一秒，突然被触角击飞。转眼间，怪兽已经逃出电梯。受伤的少校用枪威胁士兵关闭电梯，不料铁门发出声响，再次惊动了怪兽。强大的求生欲让少校彻底黑化，爆发出恶魔本性，将士兵直接送走。可当他准备逃跑时，还是没逃过怪物的追杀。紧急时刻，他举起手中的枪向怪兽疯狂射击，这才让自己捡回一条狗命。随后，他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加藤，希望他赶紧将其消灭，因为他苦苦研发的竟是一场灾难。加藤听后眼神中充满杀气，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。这时，地下室里的怪物吃掉大量脑子后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生长，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壮。另一边，太上为了拯救彩玉，开始动用所有关系进入瓮城医院。无意间在酒吧看到彩玉母亲的画面，老板娘表示这是一个叫板日本画家之前留下的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约他明晚见面。
太上听后高兴不已，这不正是彩玉让他帮忙寻找的人吗？可不幸的是，当他准备赴约时，却在半路遇到几只疯狗。面对几人的威胁，太上果断出击，可一人难敌四手，很快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这时，一名巡警正好经过，太上以为等来了救星，可看到他遛狗不牵绳后，却转身离开。这下武士狗更加猖狂，表示朝鲜人永远都是肮脏的废物。这一刻，太上彻底暴怒，一脚将疯狗踹倒。可当他带着满身伤痕来到约定地点后，老板娘和坂本早已离开。回到金玉堂后，母亲看到受伤的太上很是震惊，劝他到医院进行治疗。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可此时的太上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翠花，而是将那些禽兽赶出朝鲜，更不允许他们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撒野。只有站起来才能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弄疼他的不是这小小的刀伤，而是自尊心。这番话将门口的阿俊深深感动，特意让老板娘把坂本带了过来。坂本虽然是个日本人，但和那些禽兽不如的日军截然不同，愿意和他们一起拯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。作为瓮城医院的专属画家，进入医院显然轻松了许多。随后太上扮成车夫拉着坂本向医院走去，而阿俊也加入其中，躲在车厢内和他们一起行动。此时东京已经被美国炸成了废墟，日军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需要一种强大的武器来扭转局面。院长认为加藤创造出来的怪物不仅战斗力爆表，还有超强的自愈能力，如果能将它像朝鲜人一样驯化，绝对是最有力的武器。另一边彩玉调查时，无意间救下一个准备自杀的朝鲜人，从他口中得知日军正在地下进行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，而且昨天清理现场时见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翠花。随后眼镜男拿出医院的地形图，彩玉发现这里的状况和满洲被炸毁的基地极其相似，害怕这里也会发生之前的惨剧，于是决定今晚立即行动，救出那些被关押的幸存者。夜幕降临，彩玉和父亲爬上医院楼顶，彩玉顺着通风管道进入医院，父亲则留在外面等待接应。可当他来到一间实验室后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震惊。房间内摆满了各种人体器官，甚至还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，不知这些禽兽干了多少丧心病狂的事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彩玉急忙点燃火柴，发现里面竟关着一群小孩，看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神，彩玉决定先将他们送到楼顶。不料刚把最后一个小孩送进通风管道，一名医生打开了房门，发现牢房里早就空空如也。可当他准备喊人时，突然被彩玉从背后一刀封喉。此时太上在坂本的帮助下已经成功进入到医院，可当他们进入清洁室后，并没看到彩玉的身影。这时太上突然想起护士之前所说的话， 오늘 밤 10시까지 옹성병원 동창 쪽으로 신호를 보내세요. 연기든 불꽃이든 병원 안에서 알아볼 수 있는 신호면 됩니다. 另一边彩玉准备带孩子爬出通风管道时，却迟迟不见父亲的踪影。原来楼顶上来了几位偷偷喝酒的士兵，眼看事情即将暴露，父亲立刻挺身而出，吸引几人的注意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绽放出绚丽的烟花，这正是太上安排管家释放的信号。父亲趁着日军分神之际，迅速向他们展开进攻，凭借敏捷的身手，轻松干掉几名士兵。彩玉察觉到异常后，立马跳出通风口加入战斗。就当他们以为一切结束时，为首的军官出现在彩玉背后，果断扣动了扳机。可当他转身后，鬼子却倒头就睡。原来是太上及时出现，可当他看到从通风管道爬出的小孩后，却瞬间亚麻呆住。说好的拯救翠花，现在却突然冒出一群小孩，让本来就艰难的任务更是火上浇油。与此同时，几个戴着草帽的人被送进封禁怪兽的牢笼。紧接着，院长站在头顶摇动手中的铃铛，尝试用鲜活的生命来驯化这只可怕的怪兽。让他认清自己的狗脸，为天皇效命。每当铃声响起，说明吉时已到。